前面进入墓室的这个墓道啊，还是挺窄的，所以我们得弯着腰进来。进入到这个墓室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它这个左右手两边的耳室里面，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出土铜盾马的地方了。我现在是蹲在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墓室太窄了，我蹲在这儿才能过它这个坑道，确实是非常窄。我现在站起来，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是随时监测墓地的这个情况。这个砖都非常老了，主墓室还在前面，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来看一下，不敢进去啊！我操！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墓地具体有多高，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差不多不到2人高。我1.79米，1.8米吧，应该差不多有2米多高。关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呢，史籍上记载的不多，只会从他出土的一些铜尊啊、一些青铜器的铭文上面判断出来啊，说这个人叫守张掖长张军，他的职位呢是左旗千人长。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到底是谁？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看过一篇最离谱的猜测啊，说这墓呢，不管是从形制、大小、品级、年代和地理位置来看，都特别像是东汉末年那场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军和太平道教的领袖张氏的家族墓地。可是这座汉墓呢，在我眼里还有着其他含义。墓主人的官职是左旗千人长，这官职啊，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拉回了2000年前。这么说吧，在热兵系出现之前，这骑兵就是绝对的陆战之王。而在横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原地区都是农耕文明，骑兵比较少。说到骑兵呢，我们脑子里直接会出现6个字：北方游牧民族。而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仅仅靠着骑兵就可以把北方的游牧民族按在地上摩擦的中原王朝。你看，卫青、霍去病这旧城俩是绝孤燕大漠，袭匈奴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不知道大家脑子里现在有没有画面啊？有的扣1，没有的扣2。霍去病17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征，当时这位小爷就带着800轻骑深入大漠数百里，抓了匈奴单于的叔叔，还干掉了单于的姑表爷爷，受封冠军侯。没错，冠军这个词儿就这么来的，勇冠3军。19岁的时候，霍冠军第2次出征，带了1万骠骑，这回就更厉害了，顺手把单于以下的王侯将相63人都给抓回来了。仅仅2年之后，21岁的霍去病跟他的舅舅卫青分别率领骑兵5万，第3次出击漠北。这回啊，他们深入大漠2000里，兵锋直逼现在的俄罗斯贝尔加湖，不仅占领了匈奴人的圣地狼居胥山，还举行了祭天封礼。这件事干的呀，就像是普法战争里面普鲁士打赢了之后，在凡尔赛宫加冕差不多，这叫起脸输出。可惜终究是天妒英才，仅仅3年之后，这位少年英雄就与世长辞。终归没有看到完整的大汉之强盛。我们常说强汉盛唐，这个强字它到底代表着什么？汉武帝极重马政，在巅峰时期，全国的马厩里有战马70万匹，这就代表着只要汉武帝想，他可以随时拉起一支30万到40万人的骑兵部队出征匈奴。而最恐怖的是，按照霍去病以战养战的打法，每到一地就烧光、杀光、抢光，除了给将士们开的工资啊，这几10万骑兵连补给都不怎么需要。毫不夸张地说，汉代开启了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先河。历史上无数次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地位和强盛是打出来的。而在那个骑兵作为绝对主力的年代，马匹的数量和箭数则直接代表了国力的强盛。所以这个地方出土了马踏飞燕这件东西。可以说，这强汉就是建立在这匹小小的奔马之上，而这匹健硕的战马也代表着我脚下的这座城市。武功君威，武威。拜拜。